咱们要给大家说一些民间耳熟能详的一些神仙。那么开始这个系列之前呢，咱们先得说清楚何谓神，何谓仙。如果我们用现实当中的一些方法来比喻的话呢，这个神呢就好比公务员，他有固定的编制。这个仙呢可以是公务员，也可以是事业单位员工，还可以是自由职业者。谁会仙呢？我们说位列仙班，什么意思？玉皇大帝那旁边站着，你看太白金星啊，太上老君了，这叫仙。什么金甲力士、文曲星啊，这为神。一般神是直接归属玉皇大帝调遣，让你干嘛你干嘛，得绝对服从命令。而仙呢，有的时候呢，我可以是个散仙，玉帝招我来开个会办个事我来，没啥事我就散居到什么洞府啊、福地啊这些地方。所以神和仙不是一回事。今天我们要讲这第一位大神仙，他是个总管级的人物，就是天底下这些神呐，等于都是他封的。说到这儿，你可能知道我要说谁了。《封神演义》，《封神演义》吗？谁来封神呢？姜太公封神，姜子牙。那么姜子牙虽然是传说里头把他传的神乎其神，可是姜子牙这个人历史上是实有其人的。他也是周文王、周武王伐纣的时候，姜子牙确实等于是兴周800年的第一功臣。那么他的祖上呢是炎帝的下属，叫伯夷，把他封到吕地。所以你看姜子牙呢，也有叫吕尚的，还有叫吕望的，都是指姜子牙。所以姜吕其实他们是一家。那么到后来呢，姜子牙在周朝之后呢，人家也有封地，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一带，说白了就齐国。我们知道齐桓公叫姜小白，就是姜子牙的后人，所以历史上实有其人。那么有不少人呢，看完《封神榜》，看完《封神演义》，觉得挺奇怪，说这怪了啊！你看姜子牙封多少神仙，那怎么他自个儿没给自个儿封一个位置呢？不是，姜子牙是给自个儿封了个位置，但他没占上，怎么回事呢？咱们看中国民间盖房子，往往房梁上面有时贴个条，叫太公在此，诸神退位，这个就跟姜子牙封神没封着有直接关系。据说呀，这姜子牙呢封神，按照这封神榜来，其实那封神榜呢早都是佛祖啊什么这个他的师傅啊都给写好了的。说白了，他下去就宣读一下，等于钦差大臣任命一下。那么任命这个任命那个，任命完了之后呢，姜子牙给自个儿留个最好的位置，什么位置呢？玉皇大帝。玉皇大帝就归我姜子牙我来干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姜子牙身边跟个小书童，从哪他下山就跟着他。这书童心里老大不乐意，说你姜子牙封这个封那个，怎么没我事儿啊？一看这一道上该封都封完了，回到屋里，他书童一看有一把椅子，上面写4个字玉皇大帝。书童说得嘞，这个就给我留着。扑通坐到椅子上，他这一坐坏了，谁先坐上就是谁的。这么说你这这我的位置你怎么能坐呢？这书童说，你说师傅，我跟你一路这些年来这么辛苦，最后你封神没我位置，这玉皇大帝就给我吧。可把姜子牙气坏了，这是我的，但是他先坐上就是他的，姜子牙没办法。那么姜子牙呢，没别地方待了，别的位置都封完了，只能蹲到房梁顶。那姜太公封神，哪个神仙不敬3分呢？所以起房梁的时候，咱们搁个条，像咒语似的，叫太公在此，诸神退位。我房梁顶蹲着姜太公呢，你乱七八糟神别来我这捣乱了。所以民间起房梁啊，那是敬姜太公，这是个仪式。当然这个传说呢，也说明姜太公封完神之后自个儿没捞着好，也使姜太公这个神仙呢跟我们老百姓距离好像很近。你看那么威风，最后你看倒霉了。不像有的神仙高高在上，顺风顺水的。那么姜太公不仅最后封神，结果不是太好，其实他这一辈子大多数时候穷困潦倒。历史上真实的姜子牙也是如此。你比方说《封神演义》里写，这姜太公呢
30多岁到昆仑山去学艺，学了40年，70多岁下山。这40年呢，学什么来呢？道术。他师傅是谁呢？元始天尊。在道教领域里边啊，元始天尊为禅教的教主，他的师弟通天教主是截教的教主，他还有个师兄太上老君，就是老子。你算这师兄弟仨够厉害的吧？一部《封神演义》呢，就是禅教跟截教打仗的过程。这通天教主啊，是姜子牙师叔，收徒弟专门收一些什么王八、鸟啊、畜生啊这些东西。所以他那徒弟一现真形，不是狮子、老虎，就王八，就乌龟，就这类的。元始天尊收徒弟呢，都堂堂正正的人，而且元始天尊12弟子个个有名，大徒弟燃灯道人、杨二郎的师傅玉鼎真人、文殊广法天尊、普贤真人、慈航道人，这3位注意啊，道佛相通。文殊广法天尊就是文殊菩萨，普贤真人就普贤菩萨，慈航道人就是观世音菩萨。还有什么普行孙的师傅巨留孙、赤精子、广成子、云中子，像这些都属于这个姜子牙的师兄众。那么姜子牙学成之后下山呢，是带着什么目的呢？就是纣王造成天下大乱。姜子牙下山呢，要匡复周氏振兴，然后分封诸神。一下山呢，姜子牙开始得找点事儿干呢。他有个老朋友宋夷人，收留他了。说你下山这都快80了，一辈子没结婚，得给你整门亲事，就找了个老处女。可是这老马婆子对姜子牙很不满意。那你会那么些东西，你挣钱去，天天在家念道书啊，掐诀念咒，你干嘛呢？装神弄鬼的。最后姜子牙被他嘚嘚的没办法了。这马老太太磨了2袋面粉拿出去卖，这有名的太公卖面吗？结果他哪会做买卖，本钱赔个溜干净。后来要到宋夷人开的饭馆里，把这饭馆都弄黄了。这老马婆子后来跟姜子牙爆吵了几顿之后呢，俩人就离婚了。所以那阵不说吗？有这样媳妇儿，男的何愁不下岗？就说明这老马婆子认不清姜子牙的真能耐。姜子牙哪是干个小买卖啊，这开个饭馆那点能耐，人家是属于胸怀天下，兼济天下，有这样的韬略，怎么可能安于干这么一点小活？所以说这个老马婆子后边也被称为有眼无珠。那么姜子牙当时为了谋生呢，一想我别的不会啊，最拿手的咱老道这些玩意儿咱会啊，开个卦馆吧，算卦吧。结果算卦还惹了事儿。我们说妲己是千年狐狸精，她有一个师妹是玉石琵琶精。这玉石琵琶精下山到纣王的都城朝歌来看自个儿姐姐，一看姜太公开卦馆，好奇，他进里边看去，心说你凡人能算出我是谁了吗？没想到姜太公经过修炼火眼金睛，一下子看你这是个妖怪，把攥住他手腕就不撒开了。玉石琵琶精要走，姜太公抓起砚台，妖孽哪里走？一砚台打过去，把玉石琵琶精打昏在地上。然后这不惹出人命官司了吗？纣王一看怎么回事，姜太公说这是个妖孽。妲己一看知道啊，这自个儿妹妹呀，哎呦，这怎么弄？这时候姜子牙跟纣王说了，我呀能把他练出原形，手掌一伸个3昧真火。所以自此之后啊，妲己跟姜太公结了仇了。那姜太公在这个纣王地盘没法混了，没招，跑到西岐渭水边垂钓去了。他垂钓有意思，民间有句话叫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怎么他钓鱼那钩啊不是弯的，是直的？旁边就有人笑话他。什么人笑话呢？这个人是个砍柴的，叫武吉，天天在这附近砍柴。一看姜太公在这钓鱼，你个傻老头，你能钓上来吗？我乃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他愿意上钩，他咬钩；不愿上钩，我还不惜着钓他呢。这挑夫武吉哈哈大笑，天底下没见你这么精神病的。姜太公说：“你不信我的好，我告诉你，你今日啊要有牢狱之灾，要犯人命官司。”武吉一听乐了：“你胡说八道！我个砍柴的，我犯什么人命官司？”
果不其然，樵夫武吉下山的时候阴差阳错把人给打死了，见了官了。这武吉才知道，哎呦，坏了坏了，这老头真灵，赶紧呢跑回家里找姜太公。当然信了，赶紧回家挖个土坑跳坑里边去了。那边有人报案呢，说有人打死人了，一找这凶手也没找着。文王当时管西岐这边，就西伯侯姬昌。当时姬昌我们知道，他被纣王弄起来过呀，弄起来过，他一着急研究算卦，就文王居而演周易。文王天只一算，再一摆这八卦，哎呀，这个凶手啊，我知道了。所以姜子牙用这种方法帮武吉度过一难。后来有天晚上啊，这个文王姬昌啊在皇宫里躺着，突然晚上做梦，梦着一头老虎插着翅膀飞到他梦里。第二天早晨醒来，把大臣招来商量这事儿。这大臣里头有一个很有见识的，叫散医生。打听寺外边谁是贤人？有人说渭水边有一老叟，已经80岁了，用直钩钓鱼，说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这个老叟姓姜名尚，字子牙，道号飞熊。哎呦，熊长着翅膀，他道号飞熊，这个人是个贤人呐，有能耐的人呐。所以这时候文王打发人去叫他。最后文王自个儿驾着车到渭水边找姜子牙，左找右找找不着。正这时候樵夫武吉上山砍柴碰上了。文王一看，哎呀，你就是前2天打死人那个，你怎么还活着呢？武吉一看西伯侯啊，不敢怠慢，一五一十把姜子牙说的事就跟这个文王讲。文王一看不得了啊，果然高人了，我会这算卦，什么事都不出我的掌握。没想到姜子牙道术高超，我不如他。来，这免你死罪，我不处罚你了，你头前带路，给我找姜子牙。就这么到了渭水边呢，把姜子牙找出来。找到姜子牙之后呢，说请上车。姜子牙不上车，说谁拉我呀？啊，我这两边这轿夫这个有力气多是不行。要想你让我跟你回去辅佐你，那么非得文王你自个儿给我拉车。周文王一看没办法，拉车吧，淋漓的，他当牛做马的，拉着姜子牙从渭水边回到了西岐的都城。到了皇宫这块，这文王卸下来这个单子，一转身，这已经汗都透上。哎呀，姜先生，你随我进里边。姜子牙下了车，不慌不忙跟着，嘿嘿，你这一道我查了，你拉了我808步，我保你大周838年。所以后世说张良、张子房望汉400年，姜子牙兴周800年，就从这儿来的838步。文王一听，哎呦，那我再多拉一会儿，你保我千秋万载。姜子牙说：“非也，这说破了就不灵了，我就保你808年。”所以自那以后呢，这姜子牙呀，算是保了这个文王了。后来文王死了呢，他又保下边他的武王周武王姬发。所以姜子牙呢，等于是直接帮助大周朝立史。当然我们说他这打天下过程当中啊，《封神演义》说的很有意思。其实姜子牙本身能耐不大，骑个鹿，然后拿个打神鞭，说打神鞭水平高点就打不了，对手厉害点他就不行。可是姜子牙有一样啊，师门这块厉害啊，元始天尊多大腕啊，一有点危难的事，通过师门的力量，把什么师兄师弟师侄全弄了，帮他渡过难关。所以就跟我们现在这研究生似的，你考研究生你不见得多牛，你得看谁是你导师，你那导师找对了你才牛。这是姜子牙人家导师就找对了。后来那么他师兄通天教主他们得罪了，通天教主要收拾他，姜子牙呀把师傅元始天尊搬出来，元始天尊又请师兄太上老君，哥俩打一个。所以姜子牙一道上自个儿没使多大劲儿，一有危难，这些师兄弟师侄全杀上来了，帮他解决一切问题。唯一有一回，
他是这个奸相费仲，带人来这个打西岐来。姜子牙用自己的法术，不费一兵一卒赢过一回。怎么赢的呢？不借助外力。奸相费仲带人来这个打西岐来。姜子牙用自己的法术，不费一兵一卒赢过一回。怎么赢的呢？不借助外力。大热天，人家热的都不得了了。姜子牙反而给兵士每人发一封棉被。一个晚上，姜子牙做法事，天降大雪，天寒地冻，把商朝这个兵冻死一多半。姜子牙这兵在山顶有棉被盖，没事啊，一鼓作气攻下山，大获全胜，也斩首奸相费仲。所以你看，姜子牙就打过这么一回漂亮仗，不费一兵一卒打赢了，用法术，剩下的时候都是这帮人帮他成全的。所以我们看姜子牙成功不在能力多高，关键在于人脉多广，有个好人缘，有人脉资源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呢，这叫人力资源。你有的人不干别的，就人力资源这方面掌握的好，一样能成事。就是说一个篱笆三个桩，一个好汉三个帮。你看后来封神，这个封神本来得什么样？得死了才能封神。但是姜子牙封神里头有7个例外，活着封神了。哪7个呢？托子天王李靖，仨儿子金着、木着、哪吒，杨戬、韦护、雷震子。说怎么他们7个就能活着成神呢？这里边有不少这些人是这个姜子牙的师侄。你看杨戬的师傅玉鼎真人是姜子牙师徒弟，金的师傅是文殊广法天尊，木的师傅普贤真人，哪吒的师傅是太乙真人，乾元神金光洞太乙真人，这都是姜子牙嫡系。那么他们的爹托塔李天王李靖呢，是他师兄燃灯道人的亲信。韦护呢，后来是观世音菩萨的护法。雷震子是谁呀？周文王收的干儿子。所以这么你看看，这神仙也不例外，但凡能活着成神的，不走后门行吗？所以这7位啊，也是神仙系列里的经典的腐败现象。石宠豪富范丹琼，甘罗运早晚太公。甘罗呢是12岁官拜宰相，大神童，12岁就成宰相了。晚太公姜太公80岁才被文王赏识。你看，一个12岁当宰相，一个80当宰相，所以这叫石宠豪富范丹琼，甘罗运早晚太公。就大千世界呀，人比人得气死人呐，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。那相对来说呢，咱们刚才说姜太公，这就算大器晚成。那大器晚成也比一辈子不成器要强。那么我说姜太公，很多朋友都觉得你这《封神榜》《封神演义》这又是神话人物。不是，我刚才说介乎神话和现实之间的，因为太公历史上实有其人。咱们今儿就给大伙说说这个大器晚成80岁出山为宰相的姜太公。这个姜太公呢，其实他这个姓啊，说是姓姜，他其实准确来说应该是姓姬氏姜，就是姬是他的姓，女字搁个陈字，他是姬姓下边的一支儿，姜是他的氏。咱们现在说姓氏，姓氏现在统一都说叫姓了，其实姓姓氏个氏是分开的。他还有个号叫吕尚，道号飞熊先生，也有管叫姜尚、姜太公，因为岁数大出山嘛。很多朋友看《封神榜》说里头那个咱们有位老艺术家，也是我一个朋友，仁义的这个国宝级艺术家蓝天野先生，蓝天野演的姜太公。恭贺贤侯，凤鸣岐山，天意可见。贤侯决意救民于水火，就当立国称王，率先举正义之师，讨伐无道商纣。我要是立国称王，那四方诸侯将说我大逆不道啊！侯爷应该顺应天意，替天行道，此乃天下万民之福啊！贤侯不必多虑，还是决定立国救民吧。说《封神演义》那不就跟《西游记》一样吗？都是闲扯的神话故事。所以有的观众朋友觉得那姜太公就历史传说，其实不是。姜太公历史上啊实有其人。你看那个诸葛亮，当然说亮躬耕龙母，好为良辅音，每次比管仲、乐毅，时人莫之许也。这他把自个儿比成啊春秋战国时候的春秋五霸辅佐齐桓公，
称霸的那个管仲和后来那个大将军乐毅，是比这两个人。结果呢，他的朋友徐庶、徐元直说了，诸葛亮能耐可不止这点，他的能耐只有兴周800年之姜子牙与望汉400年之张子庞堪与相提并论。就说这个人物历史上实有其人。2004年的时候呢，在这个山东淄博市下边有个高清县，在这个县里发掘了一个周朝时候的古墓。那这重大考古发现了，但是那一片的周朝时候古墓也不少，所以考古队员也就当做一般的周代古墓往前挖。这不知道那时候反正能留下墓的都达官贵人，但那时候贵族很多了。挖着挖着挖出一个酒器来，什么叫觥？咱们知道有个词儿叫觥筹交错嘛，就装酒的东西。挖出了这么一个酒器，结果在酒器上边呢刻着一行文字，上面写的什么呢？叫风起厥作，文祖甲七公。说这几行字什么意思呢？考古学家经过长时间考证才证明，原来这个酒杯啊是姜子牙使的，这个齐公就指着姜子牙。什么原因呢？周朝周武王伐纣定了天下之后，把齐国这一块，就是咱现在说山东这一带，封给了这个姜子牙。所以姜子牙是齐国的开国国君，所以这个事实就证明姜子牙在历史上那实有其人。那么说姜子牙他历史真实的姜子牙跟小说里的一样吗？有共同的地方。我们看《封神演义》里写姜子牙呢，把姜子牙写成一个郁郁不得志的糟老头，但是有一身能耐。姜子牙到昆仑山从元始天尊学道，是元始天尊的关门弟子。其实现实当中他学道学的是什么？其实学的是行军打仗治理天下的方法。所以《封神演义》里说的是求仙学道，学了40年，其实是指他现实当中孜孜以求，学了一些兵书战策，学这个东西学了40年。那《封神演义》里写他不得志呢，写的很有意思。他穷，就来到这个商朝的都城朝歌这个地方。在朝歌这儿呢，他有个朋友接济他。你看穷成这样，你总得结婚呢，都这个岁数70多了，没家不行啊。当时也是出于对老年人关心啊，就给他介绍一门亲事。离这不远有个马家庄，马家庄有个马员外，马员外有个女儿，才貌双全，正好匹配贤弟呀。大哥，这个事情你不要这个那个了，这事已定了，聘礼我都给你定下了。大哥，你看我这个年纪，人家马小姐今年68岁，还是个黄花闺女呢。赶快选个良辰吉日，马上成亲。可是这个事情你可……你还信不过这当大哥的？不要不然呐，你又要心猿意马，上什么山学什么道了。娶了个老太太，马氏老太太。结果这个老太太呢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人，她就是对丈夫有个基本要求，说你天天在家看书，你能不能有点正事儿啊？说那么的吧，在家里头呢，给你磨上点面，你到街上卖面去吧。这姜子牙卖面可倒好，这边面口子在那儿撑着，他在这翻书看，但是在这竹简嘛，看着竹简，谁来问了答一句，也不吆喝。你想这能开张吗？好不容易有个人过来了，问了，老人家，你这是米粉还是麦粉呢？我倒忘记了，米粉还是麦粉？这要回去问问我老婆才知道。嘿，你连你自己卖什么都不知道，还做什么买卖啊？你不用回去问你老婆了，我倒可以帮你分辨一下。这样吧，我拿点回去尝尝就知道了。好，谢谢你帮忙。那你拿回去尝尝，再来告诉我。你这不二傻子吗？这等于这样下去，这马氏老太太说要照这么弄，你把你自个儿卖了都不知道啊。说你别卖这个了，换一样吧。卖什么呢？在家里扎了几把扫帚，你拿街上卖去吧，一样卖不动。你这个酒囊饭袋！啊，你居然这样口不择言！我说过我不懂做生意吗？
懂什么？你就懂得吃饭。你这个废物！啊，我是废物。好，你回娘家去吧，走。啊！你要赶我走？你这个没良心的！我跟你拼了！你这是大哥，你看，这日子没法过。这马氏老太太呢，一看跟你过也没意思了，最后就干脆吧，就是说我也不能休你，你写一纸休书把我休了得，就等于我跟你离婚了。就这么，姜子牙一看，哎呀，你瞧不起我，将来你会后悔的。姜子牙写一纸休书把他休了。当然，历史传说说这姜子牙后来啊当了宰相了、丞相了，然后衣锦还乡。再见到说这马氏老太太，这马氏老太太呀，我要跟你恢复啊。姜子牙说那么的吧，拿盆水来泼地上，你把这水给我收到盆里去我就行。这老太太一忙活整一身泥，姜子牙你看覆水难收啊，咱没法走一块儿，受不了了，上吊死了。死是死了，姜子牙一想，一日夫妻百日恩呐，咱俩是两口子呀，就这么的封他老婆一个位置。封什么你大伙想不到，咱前面不是说马老太太做几把扫帚吗？给他是封马老太太为扫帚星，就见你我算倒血霉了。所以这是姜子牙呀成长过程当中的事儿。他其实有人提出个疑问，说你看那会儿姜子牙啊，他这怎么跟着这个周文王混了呢？周文王那会儿可不是周文王，西伯侯姬昌，他是等于官封西伯侯，是归纣王管，商朝是正根儿。说姜子牙有能耐，怎么不到正统那边去巡视，反而跑到这边来呢？这是有原因的。历史上真实的姜子牙呢，曾经在纣王底下当过差，当什么呢？叫下大夫，说白了就基层公务员。干嘛呢？帮着搞基建。什么基础设施建设呢？纣王无道大兴露台，露台是什么呢？7大3里，7高1000尺，就这是很浩大工程，历时7年才完工。这么大个工程，你想商朝那些腐败分子能不从中捞油水吗？姜子牙为人耿直，他还管这事儿，就这么挺着，得罪不少人，这些要害他。姜子牙一看我在这混不了了，我撤吧。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倔强的糟老头姜子牙。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魂汾酒独家冠名播出。就这么的跑到了渭水边上隐居去了。渭水我们知道在陕西这边，那姜子牙在渭水边垂钓，离这个周文王就很近。远至密山沟，不见你过来。任凭风浪起，文色飘一开。当然近是近，你要皇上不知道你不行。他采用了非常炒作手段。怎么炒呢？非得为人之所不能，得让大家觉得奇怪，关注你，得有炒作点。他不在这渭水边上垂钓吗？他把这鱼钩啊捋成直的，然后直钩往下钓。旁边人看你这老头儿精神病吗？这能钓上鱼了吗？你这呆老头，你的钓钩是直的，怎么能钓到鱼呢？怪不得你天天坐在这儿，也不见你钓到什么鱼啊。小哥不明白，老夫是宁在直中取，不向曲中求。不为鱼上钩，只钓王与侯。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他愿意来就来，不愿意来直钩他说跑就跑。结果就这么3传2传，这个事儿就传到文王耳朵里去了。万一听说这是个奇人呢，派人打听打听吧，派个当兵的问。这当兵来，老头说你搁直钩钓鱼。姜太公眼皮都没了。宁在直中取，不向曲中求。宁在直中取，不向曲中求。啊，直钩，怪事儿。这当兵回去了，说我这不好使。就这么着到这个文王耳朵一听，看来这人是高人，你请不来吗？咱们学过三顾茅庐的朋友知道，这都是跟徐庶说这个诸葛孔明者卧龙也，将军岂愿见之乎？完了刘备说了，君与之俱来，你陪他一块来吧。
结果人家徐庶直接说了：“此人可就见，不可驱之也呀！你只能是屈尊去见他，你可不能把他招来，人家不来。”所以这个时候，文王一听有门啊，看来这是高人，我得去。当然去之前呢，这个文王是有先兆的。《封神演义》里说嘛，晚上做梦，这文王梦到一个插着翅膀的熊。昨夜做了一个怪梦，梦见一只白额猛虎，雷声双翼，向我猛扑过来，后面一片火光冲天。不知此梦主何吉凶啊？此梦乃侯爷之大吉兆啊！侯爷将得栋梁之臣呐！何以见得？虎生双翼，乃熊也；堂后火光，乃火断物之象。西方属金，金见火，乃得锻炼；锻炼含金，则必成大器。此乃兴周之兆啊！好，王一看，看来这个人是我的贵人。于是呢，屈尊见姜子牙。姜子牙见着周王，见着文王呢，挺高兴，俩人聊了一会儿。这就如好比隆中对啊。先后如此真心明节，可亲可敬，但眼看万民置身水火而不顾，又有什么仁义可言呢？这兴师伐纣乃是顺天应命，先后若是无此大志，又何必来寻访我姜尚呢？老夫夜观天象，兴举一师征伐暴君者，应出在西岐。先侯何不顺天行事呢？先生所言极是，使纪昌茅塞顿开。先生答应助我拯救万民，实在是拜谢了，请先生跟我回西岐去吧。蒙先侯不弃，姜尚遵命。这时候历史没描写啊，姜子牙怎么忽悠这个文王的，也肯定也诸葛亮这一套。文王一听，太有才了，我太佩服你了。说这请回吧，跟我回去。姜尚不行，他这样坐你的车，你有赶车的，我呢坐你车不假，你得给我拉车。你想想，那叫也是一方诸侯啊，给这么一个军士，低下头这拉车。文王一看不愿干，不愿来吧，拉着他，就这么一步拉，终于拉到了车管驿站，还没到这个他住的王宫呢，真拉不动了。说先生下车吧，再歇会儿，我那有马车送咱回去。姜子牙好，我下来了，你不后悔啊？我下来了。姜子牙说：“我这一道查了，你呀拉着我走了808步，我报答你808步，我保你大周808年。”后来故老相传，整个周朝经历了808年，所以才有兴周姜子牙，望汉张子长这个说法。姜尚参见文王。姜先生有不世之才，胸怀奇谋妙计，在我开国之初，能得姜先生的辅助，是乃我周朝的大幸。今封姜先生为我周朝的丞相。姜丞相，谢文王。所以这个是姜子牙从此之后走上康庄大道，开始辅佐文王，最后平定天下。《封神演义》里写的这姜子牙呢，就是这么一个过程。就咱一总结姜子牙呢，你得说他是个理想主义者，就他绝对不肯因为现实的挫折就放弃自己原先那些东西。学了这么些年，他不管岁数多大，他得坚守自己的东西，还挺倔。当然咱得佩服姜子牙身体好，你80岁出山还能干这样。所以说姜子牙呢是中国历史上个传奇人物。说传奇到现在，你看很多人一提姜子牙怎么着，神话人物了。姜子牙是怎么被推向神坛的呢？这个是唐以后的事儿。这个唐太宗继位的时候，唐太宗就说我乃姜子牙转世。当然我们也知道唐朝的这个都城
不长安吗？就是西安，就是原来姜子牙附近这儿。说我就是太公转世。到后来，唐玄宗，这是27年的时候，唐玄宗把姜子牙呢封为武圣人，孔子是文圣人，就所有的举子必须到这地方来拜来。到宋神宗年间更厉害了，所有文臣武将都得给我读太公兵法。太公兵法哪儿来的？说张良碰着个老头，这老头传太公兵法。太公兵法就叫六韬，他指引了后世兵法的这方面研究。但是实际上的六韬呢，说起来没什么劲。民间传说的六韬很有意思，哪六韬呢？龙韬、虎韬、凤韬、狼韬、豹韬、犬韬，6种动物为六韬。说就什么叫龙韬虎韬呢？龙韬是指战无不胜，算无一策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。姜太公、张子房、诸葛亮谓之龙韬。凤韬是什么呢？能耐也挺大，但有的时候呢，兵不走正道，好出点阴谋诡计，这为凤韬。谁？周瑜是凤韬的典型，这为凤韬。虎韬呢，是武力取胜，我会带兵，我不用一些文策，打仗我就能赢。像赵子龙、张飞，这都为虎韬。豹韬呢是文武双全，岳飞豹韬的典型。狼韬是什么呢？绝对会使阴谋诡计，我不用武力取胜，我算计能算计死你，而且非常狠，为狼韬。什么叫犬韬呢？大伙儿听过这16个字吧？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追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这就是犬韬。所以这六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都是两军阵前审时度势，因势利导，因敌之形势而变化的非常高明的兵法战略。所以相传这个呢，就出自姜太公。所以正是姜太公有这么大能耐，到许仲林写《封神演义》的时候，才把姜子牙写成在昆仑山修道，下山辅佐文王，最后神机妙算，得天兵天将，各路神仙相助，最后终成大业。今日凯旋归来，实有赖于相父功劳，只可惜战死的忠臣义士未能与我们同享太平。这是天命所在，武王也不必过于为已死的人伤怀。现在大事已定，老臣也要执行天命，去主持封神榜了。这时候姜子牙被封到历史上一个非常高的平台。苏护封为东斗星君，比干封为文曲星，窦融封为武曲星，苏全忠封为破军星。可是很滑稽似的，封神里头好玩就好玩在这儿。姜子牙封神，什么瘟神呐、雷神呐，这些大的都是他封的，封来封去他自个儿没地方。怎么没地方呢？最后姜子牙落哪儿了呢？这个农村盖房子，咱有的朋友知道，房梁顶上贴张纸，叫太公在此，诸神退位。本来姜太公是给自己留个位置，留什么位置了呢？留玉皇大帝。这玉皇大帝是他给自个儿留着的。姜太公身边呢带个这个小书童，这个书童呢叫张友仁，带着他呢这一路封神，封来封去呢，那座位在那放着呢，就剩一个玉皇大帝的座。我要占玉皇大帝这座。姜太公说别站，这座是别人的。说谁？这座有人。这张友仁一听书童我的，扑通坐到那椅子上了。谁坐上，屁股一招椅子背儿，张友仁成了玉皇大帝，把姜子牙气的不下来了，说你这位置我的了。姜子牙说好，你不觉得你玉皇大帝椅子高吗？嘣儿，姜子牙跳房梁上去了，我比你还高，蹲到这房梁顶上了。所以姜子牙故事在中国民间千奇百怪，只能说明这糟老头子实在是太有料了。